上期视频我们体验了 0.7 版本的打破一切，简单体验一下之后，我觉得游戏难度吧其实还好，并不是很难。虽然在此期间我也翻车几次，先是被僵尸背后偷袭，紧接着又在回去寻找装备的路上遇到了一只山狮。当时我以为凭借我的走位我能躲得过去，没想到是我想多了。紧接着我又遇到了游戏卡顿的问题，后来呢也是解决掉了，可能是游戏的内存没有调整。那么接下来咱仍然是废话不多说，干饭时间到。经过了昨天的简单试玩啊，我觉得这个版本啊也是有手就行。目前呢，我先开了一个简单模式。这简单模式一开呢，兄弟们看啊，新手保护5分钟内不会降低保湿度以及口渴值，同样也送了我们一套皮革装备啊。但是另外还有一个锋利的时髦，外加一碗沙拉以及一个纯净水瓶。后面的3样东西呢，以前我在玩 0.5.5 版本的时候是没有的。同样，这把锋利的时髦呢，也是新增加的一把武器，对付一些敌对生物，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。OK， 简单体验之后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我们的困难模式啊。这次的地形我觉得还不错，这边是高山地形，旁边是雪原。这个地形呢，不能说是非常的理想，但是我感觉凭借我的技术，应该也可以活得下去。就这样，生存第一天呢，我也不废话了，兄弟们，那就是打动物，搞点食物嘛。很快就来到了晚上，由于我们是在高山地形，所以找到这种带有沙粒的墙，我们直接挖进来还是比较安全的。但是高山地形有一个坏处，那就是僵尸可以徒手撸掉石头，这就导致看似我在这里住了一个晚上，非常的淡定，其实我是慌的一批呀，兄弟们。昨天夜里跟僵尸斗智斗勇，整整战斗了1个晚上。同样呢，也有粉丝提醒我，你现在玩的这个 0.7 版本呢，你最好是一天换一个庇护所。俗话说得好，听人劝，吃饱饭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我这个庇护所好像也不能待了。不过就目前来看，我就这么走了，好像多少有点亏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昨天夜里僵尸挖了一宿的沙粒，我也挖了一宿的沙粒。我挖的沙粒都放在了我的背包里，但是僵尸挖的沙粒都掉在了僵尸的脚底下，这不就是免费为我打工吗？白嫖的沙粒我怎能不要呢？于是乎我就跟僵尸上演了一波声东击西，智取沙粒，眼看就要大功告成，没想到天空不作美啊，兄弟们，又是生存第2天，同样又是瓢盆大雨。我去，不会这筒子哥是故意这么弄的吧？这真是没有办法了，兄弟们，肯定要在这里再待一宿了。如果说昨天夜里我是在跟僵尸斗智斗勇，那么今天夜里这些僵尸就想把我直接送走。这次幸好我发现的及时啊，没有像上期视频一样撅着屁股哐哐干。不过即便如此啊，这次也是差一丢丢啊，小命就没了。还好咱们手中有根骨头，这根骨头呢，也是让我在这一波与僵尸的较量中一下拿下3杀，1根骨头打3只僵尸。没开，兄弟们，绝对没开啊！今天夜里这个庇护所肯定是没办法再待了，所以我们抓紧撤离。现在我的身上呢，食物还挺多，背包里的沙粒呢也还不少，所以我准备开始制作我们这个生存中的第1把工具，那就是随时小刀。OK 了，兄弟们，木头四周的树叶呢全给它撸掉，然后我们静待奇迹发生。真就是拜堂听见乌鸦叫，倒霉透顶。这么大一棵树，只给我掉了1根木棍啊，只能制作1把随时小刀。我去，兄弟们，我也懵了啊！这是个什么生物啊？眼看马上日落西山，而我现在连庇护所都没有找到，整整1个白天，我就撸了1棵树，然后打了2头牛。兄弟们，天就黑了，这黑咕隆咚的，我说实话，兄弟们，啥也看不见啊！就这样，我闭着眼睛哐哐一顿乱跑，跑到这里之后，我感觉我不能再跑了，因为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，我就会啥也看不见。于是这时候我心生一计，就我这一计，我就敢说全网没有任何一个主播能够做到。先把这个沙粒给它撸掉，紧接着把我们的火把再给它带上，然后插上火把，紧接着下面这一步你们都给我看好了。打开我的背包，拿出我仅有的2块原石，给它堵上。怎么说，兄弟们，挖一填一，有谁能做到？你若问我，主播，石头从哪来的？其实呢，我大概率分析了一下啊，有可能是我在上一个庇护所连续待了2天，僵尸把石头给撸掉了，然后被我捡到了。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走了狗屎运吧。可是就在这里，我待了半分钟之后，我在听着僵尸的嘶吼，我就在想，这僵尸不会把草方块给挖了，然后进来把我打死吧？理论上来说应该是不会，因为它底下还有一块石头。我操！啊！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切换到我的骨头。太残暴了！关键是这大半夜的复活，你让我怎么活？啥也看不见啊，兄弟们！说多了都是眼泪，直接白给就完事儿了呗。后期呢，我又简单发掘了一下，但是吧，好多粉丝都说这个版本呢，前期没有萤石火把，好像还真挺难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高山地形呢，僵尸会撸石头，如果你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，僵尸从哪过来你都不知道，这就导致一个问题，可能后期呢我会陷入一个死亡循环。到底能不能陷入死亡循环，我先不管了啊！咱们视频结尾呢，我先吟诗
一手，打破一切0.7，本来感觉挺容易，游戏体验4小时，翻车数次难启齿。重点说一说僵尸，前期真是太无敌，能挖石头，能挖泥，让我绝望又窒息。行了，咱也别唠了，下期视频再见吧。